好，各位好，我们来解今天 LeetCode 的问题啊。今天的问题是第2099题，所谓的 Find subsequence of length k with the largest sum。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题目的一个介绍哈。他说你被给定了一个整数的一个阵列，假设叫做 numbers， 那当中还有一个整数是 k。你要去找当中的一个 subsequence numbers 当中的 subsequence， 然后它的长度是 k， 这当中它会有最大的和。好，那请你要返回的是什么呢？任何一个如此的 subsequence，整数阵列，然后它是长度为 k 啊，所以这你要返回的是一个阵列啊。那这边它这两行它介绍什么叫 subsequence 这个大家都知道。那我们先看这个例题一的部分，例题一的部分呢是它给定的 numbers 是2、1、3、3。那我们要选最大的当然是3嘛，所以按照顺序来讲，当然是 k 因为是2嘛，所以我们当然选3。好，这没有问题。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其他的例题。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例题2的部分啊。例题2的部分它有正的，也有负的。那它比较，因为它这里 k 是3嘛，所以它比较大的3，最大当然是4，再来是3，再来是-1。所以它的 subsequence， 它的子序列就是-1、3、4。这个当然也不会有问题。再来例题3，例题3的话 k 是等于2。那我们当然就是看嘛，当然这里面当然就3跟4嘛，就其中一个就可以了你要说4跟3，当然也可以了我们因为它只要任何一个答案都可以。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大概解题的一个想法我们大概基本上我们一开始是采用 C++ 去解。所以用 C++ 去解，当然可能跟其他程式语言解法不一定都全然相同，所以我们基本上是用 C++ 里面当中的 nth element 去找当中 k 个最大的一个数字，然后再来就是说你要考虑要返回去的答案嘛，因为你要返回去的答案是一个阵列，所以你这边还是需要排序排序的话，当然只是你就要先针对这个 numbers 的这样的一个阵列，你就要先做一个处理Python 部分当然可以用一行解我们那个待会再说。好，那我们看我们的步骤，我们第一个让 n 设为 numbers 的长度。然后我们建构我们的 NIDX 那当然就是它是个 info pair，first 当然是它的 x 就是它的 numbers 在 i 的值，第二笔呢当然就是 x 的 index 所以这应该知道。然后再来比较关键的步骤就是在 C++ 里面有 nth element， 那我们要针对 greater这样的一个 order 呢，去应该来讲 S element 应该它是做的事情应该叫做 partition 所以我们选第 k 个或第 k 加一个我们的解法是选第 k 加一个所以只要在前面的应该这边应该这第index k 的话所以前面的在它前面一定是大于等于它，在它后面的是小于等于它，所以我们需要的就这一件事情就可以了，你不一定需要
针对它这个整个 NIDS 这个 array 去排序啊，也不尽然。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要针对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呢，因为你的子序列它还是需要针对 index 去排序嘛，这个还是排序还是免不掉的。然后我们的答案当然就是说，你 NIDS 嘛排序好的，前面 K 个，我们当然是取它的第一个 item 啊，然后再把它放在 NIANS， 然后再返回去我们的答案。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看 LeetCode 上怎么解的。好，那我们在这边稍微看一下它的 constraints 啊，它的 numbers 的长度呢，最多呢也只有到1000，但它的 numbers 的大小是-10万到10万之间啊。那所以这边当然说你要排序啊，我们其实就用一般的系统内设的排序就好啊。因为它数值很小，哈。那 k 呢，它是小于等于 numbers 的长度。好，那我们这里就看 Python 的做法，哈。那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当然先设，它这应该来讲是所谓的有用的资讯的pair。所以我们是怎么样的 pair 呢？我们基本上呢，当然第一个当然就是numbers 当中的元素，假设是 x 啊，然后第二笔资讯呢，当然就是它所在 index 的位置，然后所以呢，这边我们就 I 跟 x 呢是在 enumerate numbers 里面啊。再来的话，我们当然就是排序，简单的话排序，所以的 NIDX 呢，我们就 sort， 因为我们要找前最大的 k 个加起来的加起来总共是 k 个加起来是最大的，所以呢，我们这边的排序当然是要将它的顺序，当然是在 Python 来讲，就是用 reverse 的地方就设为 true， 所以由大而小的排序，再来一行应该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因为它要传回去的是清单list， 所以我们的清单呢，基本上呢就是这些的 info。第0笔资讯它有2笔嘛，一个前面是 x 嘛，后面的话是 index， 所以呢，它是在 info 呢是在排序好的 NIDX。那我们当中我们也只考虑前面 k 个就好了。那它这个排序的方式呢，这个要稍微留意一下，它是针对它的第2笔资讯第2笔资讯也就是它的那个 index 去排序，所以呢 key 呢是选为我们这边用 lambda 函数的方式所以假设它 info 针对info 的这边的 index 的第1笔。好，这样应该就好了。那我们看看扣很短甚至这边还可以，有办法的话，还可以把它写成一行的那个扣好，这3个 test case 都完成了。好，我们 submit 看看。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3毫秒大概打败83.73%的 Python 3的使用者这样也 OK。那我们看一下其他程式语言，比方说C++ 的做法。
C 加加的做法我们就比较不太一样。这就如同当然前面还是一致啊，就是我们还是要建立的 NIDX 啊，那所以它是 info pair，first 的话是它的 numbers 在 I 的值，那再来第二笔 second 的话是I 啊，那然后在这边我们就不用排序，我们是用C++ 当中的 nth element 啊，那这个它的计算速度就确实快很多啊。那特别注意到就是我们在选取第 k 应该讲的第 k 个啊，前面的话都会比它来的大，后面的话都会比它来的小。所以我们只需要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再来排序啊，再来做排序，然后再取得它的答案。那C 加加是比较，我们看一下，我们也是让它执行一次 ，submit，基本上0毫秒。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